1952年4月16日，有人举报少将王志涛贪污受贿，金额高达几千亿。毛主席得知后，更是下令严查此事。可陈毅听后却表示，想先和王志涛谈一谈。王志涛于1904年出生于河北沧县，由于家境贫困，12岁的时候便离乡背井，前往天津谋生。后来各路军阀为争夺地盘而发动战争，国家动荡不安。这时，王志涛的工友劝说他参军，表示这样吃穿不愁，相比杂工更有前途。于是王志涛思考一番后，就踏上了前往国民党的参军之路。报名参军的那一天，负责接待的长官是张自忠。他看王志涛个子娇小，身形瘦弱，原本不想录用他，但王志涛表现坚决，观察到王志涛满腔热血的决心，张自忠最终留下了他，让他担任勤务兵一职。接下来的几年里，王志涛展现出高效的工作能力和认真负责的态度，不仅事务办理得当，而且在军队的训练中成绩斐然。于是在1925年获得了赴苏联基辅军校深造的机会。在苏联，王志涛深入了解了共产主义的理念，并选择加入了共产主义组织。后来在1933年完成学业后回国。那么之后的王志涛会被派往何处呢？王志涛回国后被派往江西担任军事教员。一天，他正在聆听刘伯承的讲课，突然陈毅走了过来。刘伯承介绍王志涛说，这是从苏联回来的高材生。这番话让王志涛有些脸红，只好轻笑了一下。这也让陈毅记住了这个脸红的高材生。由于那时的苏区经常受到空军的轰炸，所以急需成立了防空科。而王志涛因在苏联学过防空理论，所以就担任了防空科科长。防空科初期成员除了王志涛，基本上都对防空理论一窍不通，而王志涛也有耐心地向大家讲解知识。后来王志涛随着大部队四处征战，也立下过许多不朽战功。可他却有一个明显的缺点，那就是情商极低。1937年的第一次代表会上，毛主席带领大家进行自我反思，曹李怀、谭锡林等人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意见。本来提一次就已经够大家反思了，可王志涛却把这些话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全部说了出来，弄得众人尴尬不已。可毛主席却表示这是好事儿，如果大家都像王志涛一样，把所有问题都毫不掩饰地提出来，那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了。虽然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，但也因此被一些小肚鸡肠的人记住了。1952年，少将王志涛被传贪污，毛主席下令让陈毅严查，而陈毅却想先找他谈谈。那么王志涛真的贪污了吗？1952年，王志涛接到陈毅的通知，要求他立即前往办公室。王志涛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，到了之后却发现陈毅的脸色十分凝重。陈毅见他后沉声问道：“王志涛，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在背后有大老虎？”这让王志涛感到震惊，随后才了解到当时有人举报他涉嫌贪污3000亿元，这让王志涛感到十分委屈。虽然陈毅和毛主席一样不太相信他会这么做，但只是信任是没用的，打铁还需自身硬。于是陈毅进一步询问他该如何证明清白。王志涛也不知道咋回答，挠了挠头，表示愿以自己的头颅担保，这才打消了陈毅的怀疑。后来面对调查组的审查，他积极配合调查，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清白，最终被证实了是一场诬陷。到了1955年，王志涛被授予少将军衔。王志涛一生经历了多次战争，取得了卓越的战功，为防空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。可以说，他毕生都为祖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